几个意思呢？中日对话当天，日本海警围攻中国的渔船，还带走了船长。大家好，我是肖映华。原本以为是改善关系的时候，日本却搞起了小动作，围攻扣人。日本真是吃下了美国人的饼吗？所谓远亲不如近邻，但中国和近邻日本之间的恩怨可以说是由来已久。最近中日之间第17次安全对话于东京举行，会上中日双方就防务、安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中方在核心问题上做出明确的表态。在两国关系方面，双方达成了加强对话的意向，对存在的矛盾分歧进行必要的管控处理。可谁知道日方背后却搞起了小动作。据日本方面的新闻显示，就在中日第17次安全对话的同一天，日本海上保安厅在鹿儿岛附近水域对一艘来自中国的渔船进行了围堵，要求其停船检查。而从日本方面放出的视频画面来看，日本海警多艘舰艇对中国的渔船发起了围攻，不断的挤压渔船航线，冲撞船体，迫使渔船停了下来。随后，中国渔船的船长被日本方面以违反渔业主权法，在日本专属经济区捕捞的名义给带走了。在中日对话的时候，日本背后搞起了这种小动作，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类似的事件早就多次上演过。中方一再强调，中日两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尚未划界，不接受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的说法。因此，在对话的同天干出这样的事情，日方是在挑衅吗？近几年，日本始终都不安分，一直在谋求国界的正常化。而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一直在背后给日本各种诱惑、各种画饼。一直以来，日本就是美国针对中国的桥头堡，而后又以台海为跳板，把日本与美国牢牢地捆在一起，以至于一些日本政客甚至大放厥词地表示，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似乎想借台海危机趁机为日本脱去枷锁。有意思的是，就在这次扣人事件发生之前，4名美国议员就曾致信拜登，敦促美国增加对台军售，意图增加台海局势的紧张程度。而在这个时候，中日意图增进互信的会谈时期，出现了日本海警扣押中国船长，很难不让人相信背后有一张我们看不见的手在做着什么。而本次中日会谈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日本安全军事走向，对此国际社会也保持着高度关注。可在这个时候发现海警围堵渔船并扣人的事情，不免让人担忧，这要是日本真成了正常国家，怕是要开着军舰四处执法了。这是日本人想好了以后会遭遇的后果了吗？中国是日本无法搬走的邻居，别被美国的忽悠给蒙蔽了眼睛。日本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正视历史，坚持战后和平，加强和亚洲国家的互信与合作，维持地区和平。只有这个样，才能真正造福地区人民，拯救日本的未来。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